大家好，歡迎收睇 GNG 香港日常。今日我哋又返到去香港建築嘅主題。呢個系列呢係回顧一啲經歷過幾代蛻變嘅香港建築。上兩集呢，我哋介紹咗中環郵政總局同埋大會堂。今集要講嘅呢，就係走在時代尖端嘅香港代表，就係匯豐銀行總行大樓。現時嘅大樓呢係第四代。首先我哋會簡短咁樣回顧第一到第三代嘅歷史，然後會集中探討第四代嘅各種特色，包括建築設計、過程之中點樣超支啦，同埋坊間傳聞嘅風水佈局等等。我哋仲會分享一啲10幾年前拍落嘅照片，嘗試由大樓內部嘅視覺去探索呢一棟建築物，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最後啦。第一代匯豐總行係位於獲多利巷，係租返嚟嘅辦公室，位置呢係喺獲多利街，即係而家嘅銀行街同埋皇后大道交界。當年呢嗰個位置已經係海旁嚟啦，後嚟喺1866年，匯豐就買咗呢一個地皮，運作咗16年之後，到1882年就決定重建。第二代嘅總部大樓係喺1886年建成。由 Wilson and Bird 建築師樓承建，係由前後兩棟風格唔同嘅建築物組成。面向皇后大道嘅一面屬於維多利亞式嘅設計，以柱廊同埋八角形嘅圓拱屋頂為主；而面向德輔道嘅一面就係一捺拱形嘅走廊。用咗47年，喺1933年，大廈又再度重建。第三代嘅大樓呢，係喺1935年10月10號啟用，使用咗部分舊香港大會堂嘅原址，由巴馬丹拿建築師樓設計。大樓樓高70米，總共有13層，設計係屬於芝加哥學派，採用咗裝飾藝術嘅建築風格。當時呢，係遠東規模最大嘅建築物，中間嘅塔形部分比鄰近嘅大廈都要高。並且用咗當時亞洲罕見嘅高拉弓字鐵結構，傳聞呢係香港首座有中央空調嘅大廈，並且設有高速升降機。大堂係以歐洲大理石鋪砌，圓拱天花上面有紙皮石砌成嘅馬賽克拼圖，描述東西方嘅工業同埋貿易往來。大廈頂部嘅外牆放有一對石獅子頭，而匯豐著名嘅兩尊銅獅子亦都從此開始坐鎮。營運咗46年，辦公嘅地方開始唔夠用啦，於是銀行就開始籌備興建第四代總部。當時研究咗好多方案，例如另外揾新嘅地點興建，或者係分期重建，但最後都選擇咗原地一次過清拆重建，為嘅係能夠保留皇后大道中1號呢一個門號。最終第三代大樓喺1981年7月被拆卸。當時亦都有打算保留馬賽克嘅天花㗎，可惜就算請嚟意大利嘅專家都因為技術所限，最終只能夠保留小部分。第四代嘅大樓係喺1985年5月20號落成，由著名嘅建築師 Norman Foster 設計，樓高180米，總共有46層樓面同埋4層地庫。有別於傳統樓宇係使用石屎，佢嘅主要成分係3萬公噸鋼同埋4500公噸嘅鋁材。佢運用咗衣架式嘅設計，結構係由地基去到樓頂，利用8組垂直鋼柱嘅構件，造成2排塔形嘅骨架，主柱之間用交叉聯條支撐。每5至8層就裝設一組 V 型嘅吊臂，分成上下5個區間，用垂吊嘅方式吊起下面5至到8層嘅樓面。所以辦公樓層可以做到35公尺長，都完全冇柱，比一般嘅辦公樓多出1倍嘅實用面積，而且間隔亦都可以隨意改動。大樓嘅設計係將所有嘅技術設施放喺兩邊，由向海嘅一邊望過去，右邊係逃生梯、高速升降機同埋洗手間等等，而左邊就係機械設施，例如空調、風機、電房等等。外面全部都由鋁板包裹住，或者我哋睇一睇一啲內部嘅照片，途中就可以睇到辦公樓層真係一望無際嘅，冇柱，而只有用嚟分隔部門嘅玻璃間隔，
呢一幅圖咧就可以睇到一條一條嘅天花鋼架喺大樓裏面咧，唔難睇到呢一啲巨型嘅交叉結構。但係呢啲交叉咧就唔會出現喺辦公樓面嘅，而係通常出現喺4個衣架式吊臂嘅樓層。呢一度咧有一個幾有趣嘅位置，銀行起咗一條橋嚟到跨過呢一啲交叉結構。有別於一般嘅辦公樓，通常升降機咧係會停喺各層嘅，但係呢一個大樓嘅走線咧就係通過幾部高速升降機。除咗最頂嗰5層有升降機直達之外咧，升降機只會停喺幾個中轉層，包括3樓、12樓、28樓。大家知唔知係咩地方嚟嘅呢？其實就係衣架型吊臂嘅嗰幾層啦。而其他嘅樓層呢，就係由中央位置嘅2組扶手電梯去接駁。大樓呢，仲有幾個不得不提嘅特點。大家如果由3樓嘅大堂向上望呢，就會睇到一塊一塊嘅反光板。呢一個呢，就係奧地利設計嘅太陽反射裝置。大樓外面向皇后大道中嘅一面，有一塊好長嘅光面鋼板，會將自然光由外面折射到去中庭嘅頂部，再由呢一組光面嘅鋼片反射到去銀行嘅大堂。我哋又嚟睇一下內部嘅照片，鋼片上面有一啲圓形嘅裝置，究竟係咩嚟嘅呢？其實係燈嚟嘅，當陽光不足嘅時候就會着啦。另外，大家由3樓嘅大堂向上望咧，都會見到呢一度咧有條橋嘅。咁究竟又係咩嚟嘅呢？如果我哋行近啲睇咧，似乎係有一個控制台咁嘅嘢。其實太陽喺一年裏面嘅唔同時節咧，會移動到去唔同嘅方位，所以鋼片咧係需要根據太陽方位嘅改變，而隔一段時間咧就要調節一下噶啦。我就唔肯定呢一個操作台係咪就係咁嘅用途。但係咧，肯定同呢一個設備嘅維修保養有關啦。呢幾個喺路軌上面嘅紅色箱又係啲乜嘢嘢嚟嘅呢？其實大樓咧係有一套文件輸送系統嘅，總共有34個站，可以節省信差派信使用電梯嘅時間。匯豐咧其實有一個幾大嘅 correspondence 部門，佢就好似銀行內部嘅郵局一樣。全盛時期咧，匯豐有200-300間分行同埋後勤嘅辦公地點。所以擁有一個專門嘅信差部門，穿梭喺港九新界去到遞送文件，而呢一套系統咧就可以節省好多駐總行嘅派遞人力啦。喺10幾年前影呢一幅相嘅時候咧，的確見到佢哋仲喺度用緊㗎。辦公樓層嘅地板咧，全部都係地台嚟㗎，底下收藏咗好多電線啦、網絡線啦，同埋空調終端等等嘅設備。冇錯，佢哋嘅冷氣咧係喺地下嗰度出嚟嘅。不過呢一啲圓形嘅空調出風口咧，對於經常着裙嘅女性員工嚟講咧，真係有啲折騰。結果咧，好多都要黏膠紙啦，或者係鋪地氈，想辦法咧去遮住佢。但係咧，3樓嘅大堂咧，我就冇見到有呢一啲出風口喎，唔知道原生根本係冇設置啊，定還是係鋪咗地板遮住咗？咁大家又有冇覺得3樓唔夠冷氣呢？大樓地庫咧係有一條隧道係直通去海邊嘅。坊間經常有傳聞咧，認為佢係用嚟緊急時候走佬嘅，同埋運走一啲金條，因為剛好咧金庫就喺地牢。但係官方就澄清呢一條隧道咧，單純係用嚟裝設水管，引入海水去俾空調同埋沖廁用嘅，避免直接掘地鋪管而影響中區嘅交通。途中咧睇到隧道嘅規模咧都唔細，不過官方解釋咧隧道嘅大小咧係因應挖掘機嘅大小而定。匯豐咧聲稱佢哋曾經同政府同埋鄰近嘅大廈洽商，睇下佢哋有冇興趣咧去共享呢一個隧道裝水管，但係最後都無人問津。啱啱提到呢一條隧道嘅水管呢，其中一個用途就係引入海水去沖廁。有一點關於洗手間嘅趣事咧，想分享一下。一般嘅抽水馬桶咧，撳完沖廁掣之後咧，通常都要等一段時間，等馬桶嘅水箱咧重新抽滿水先至能夠沖第二次嘅。但係呢一個大樓嘅洗手間呢，試過呢係一直撳住個沖廁掣呢，佢係會一直水如泉湧咁樣不斷沖冇間斷嘅。我唔知呢一度嘅沖廁系統嘅設計係點樣做到呢樣嘢呢？如果有人知道嘅話呢，可以留言話我聽。呢一個呢都係10幾年前嘅事嚟嘅，唔知道而家仲有冇變啦。由於大樓主要係由鋼鐵組成，有2方面嘅質量呢係好重要嘅。第一就係焊接。第二就係防火，鋼鐵裝嵌咧係需要高技術嘅燒焊工人，
燒焊呢係要有牌照嘅，當年呢其實係冇咁多人才嘅，只能夠揾中華造船廠特別去訓練百幾人去做，所以佢哋係會進行100%嘅驗焊，係用超聲波啦、磁粉啦同埋顏料滲透嘅方法咧去測試，保證所有嘅焊接位都係冇裂痕。鋼材咧如果遇上400至到600度嘅高溫咧，就會開始軟化，影響結構安全。如果上到1100度咧，就會溶解啦，可能會令到大樓倒塌。所以呢一度嘅鋼材咧，都係做咗好多防火嘅工序，例如包防火棉啦、錫紙啦，同埋打沙，即係噴上防火漿等等。另外，大樓嘅結構咧係每5至8層咧有一組衣架型嘅吊臂，樓底係特別高嘅，亦都可以作為隔火層。現今嘅高樓大廈咧都有隔火層啦，但係當年嘅隔火層咧其實係好創新嘅設計。就算係1973年52層樓高嘅康樂大廈，同埋1980年66層高嘅合和中心，其實都係冇隔火層㗎。而消防條例亦都要到2007年先至更新，開始強制高樓大廈設隔火層。不過話就話係隔火層啦，但係其實除咗12樓係真係冇乜用嚟辦公之外呢，其餘幾個衣架層呢其實都有用㗎。圖中呢就係20樓。銀行咧將佢設為內部嘅共享空間，可以使用嗰一啲浮動嘅辦公台，同埋去開會等等。不過咧，的確呢幾層嘅特點咧，係真係可以行出去露天嘅地方嘅。大樓咧每一年都會有火警演習，有一啲逃生嘅路線咧係真係會途經呢一啲戶外嘅樓梯。曾經行過呢一啲路線嘅人咧，尤其是有啲位高嗰啲咧，都話呢一啲樓梯咧好恐怖。形容咧好似一不留神咧就會失去平衡跌落街咁嘅感覺。28樓咧係食自助餐嘅員工餐廳，逢星期四咧就係 Curry Day， 可以食咖喱。呢一度咧有水吧，除咗賣咖啡或茶之外咧，夜晚6點後咧仲會賣酒添。35樓咧就係另一個空中嘅接待處，呢一啲咧都係10幾年前嘅照片，而家嘅用途咧應該都冇乜變嘅。但係裝潢咧應該都會變靚咗啦。最近官方嘅一啲宣傳片咧都有拍到地庫嘅飯堂，原來呢一度咧已經變成咗一個大排檔咁嘅風格。當年咧只係一啲平平無奇嘅灰白台凳咁啦，賣一啲兩餸飯啊、燒味等等，仲有10幾個微波爐咧可以俾人叮飯。除咗地庫28樓之外咧，仲有一個可以食飯嘅地方，就係天台嘅橢圓形宴會廳啦。我都嚟過呢一度一次，就係同 CEO 食早餐嗰啲嘢咯。大樓嘅各項設施咧都係外國預製嘅組件，而家流行用 MIC 嘅方法去起樓啦。而匯豐銀行咧可以話係香港用 MIC 嘅先鋒啊。佢嘅鋼材咧係嚟自英國，外殼同埋玻璃模組咧就係嚟自美國，而機電嘅設備例如空調啦或者係洗手間等等咧就係嚟自日本。集各家之大成之後咧，就好似砌 Lego 一樣，用咗4年半時間咧，就將成個大樓建成啦。由於各個模組咧都係環環相扣嘅，任何一部分延誤咧都會影響進度，造成巨大嘅損失。所以有別於一般嘅建築項目，通常咧嗰啲係會由一個主承建商作為大判，然之後分包一啲工序俾2判、3判、4判咁樣。而呢一個建築項目咧就係請嚟香港公和同埋英國永保國際合營嘅一間管理公司去管理各個模組嘅承辦商同埋施工嘅工程。大樓興建嘅時候咧遇到好多阻滯，喺1981年11月開始進行地基工程嘅時候，就發現原來基石層咧有好多風化石，而且咧因為靠近填海區，以致地下水嘅水位咧非常之高，要用好多水泵同埋水井咧去不斷抽水咧，先至能夠避免地陷。另外咧，又發現地底咧仲殘留住前朝大廈嘅一啲鋼板樁同埋部分嘅擋土牆，而呢一啲嘢咧，因為長期嘅鏽蝕咧已經互相鎖實，唔能夠成排攞出嚟，但係又唔可以用震動機，因為會損壞公共設施。結果咧就係要放沉箱，用人工挖掘嘅方式咧逐件去鋸走。呢一啲咧都令工程咧延誤咗好幾個月。大家應該知道啦，匯豐係開放咗地面作為公共空間去換取更多嘅地積比，起得更高嘅。但係為咗令到行人通道暢通無阻，設計師就喺廣場上面咧減少咗一啲橫梁，
而呢一啲更改咧，必須要將主柱底下嘅鋼板加厚。原來咧，當時加厚鋼板嘅話咧，係需要用比較古老嘅方法去鑄造，自然產量就會減低，並且係需要多啲時間。另外咧，雖然設計上會將上面嘅鋼板咧相應減薄去平衡翻個成本，原本咧以為1+1等於2嘅成本，咁1.2加0.8應該都係等於2啦，係咪？咁但係原來唔係㗎，係會大過2嘅。銀行由於已經洗濕咗個頭啦，所以只能夠硬着頭皮俾更高嘅鋼鐵嘅價錢。對於建築成本咧，其實匯豐一開始就已經報細數啦。喺1980年發表重建計劃嘅時候咧，聲稱成本咧只係13.8億港元。原來咧呢一個係包含咗一啲語言藝術成分㗎，佢只係發佈咗大廈結構同埋外殼嘅成本。其他嘅裝置同埋工程咧並冇提及，結果咧就俾股東追擊啦。後嚟喺1986年先至公布總成本係52.2億港元，呢一個咧喺當年甚至乎係而家咧都係一個好龐大嘅數字。相比之下咧，5年後建成嘅中銀大廈就只係用咗10億港元啫。匯豐非常之出名嘅咧就係篤信風水。佢係有自己御用嘅風水師龍景全嘅。坊間咧有不少關於風水佈局嘅傳聞，例如地面嘅公共空間咧，你見到好似波浪一樣係有起伏噶。俗語有云啦，水為財。如果用平滑嘅斜坡咧，就會令到海水咧衝上嚟，咁就唔係幾好啦。同埋咧，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就等於聚唔到財啦。所以起伏嘅地面咧可以減緩嗰個水勢。再加上咧，地面有2條扶手電梯，就好似吸管咁樣咧，將財咧吸入去銀行裏面。另外，樓頂洗外牆嘅嗰個吊船吊臂咧，面向銀行街有一面咧係特別突出嘅。有人話咧係好似大炮咁樣咧去抗衡中銀咧好似刀刃咁樣嘅殺氣。最後咧不得不提嘅咧就係2隻銅獅子。佢哋咧就好似匯豐嘅守護神，亦都係匯豐嘅象徵。喺1933年，銀行即將落成第3代大樓嘅時候咧，就參考咗上海大樓擺放咗守門獅子像嘅做法，揾咗雕塑家倪達去設計，並且由周燕祥以銅鑄造。擘大口嗰隻咧叫做 Steven， 合埋口嗰隻咧叫做 Stede， 係取自20年代分別係香港同埋上海嘅匯豐大班名。神態造型同埋手工咧，的確係世界頂級。基本上我都未見過比佢哋更加神氣同埋更加靚嘅獅子像。好多人以為佢哋係上海第一對銅獅倒模出嚟嘅複製品，雖然係同名啦，但係其實咧佢哋係完全唔同嘅2代作品嚟㗎。上海第一代嘅銅獅咧係由另一個雕塑家 Henry Paul 設計，係喺1923年放置喺上海外灘嘅匯豐銀行大廈門前。坦白講咧，的確係冇倪達嘅版本咧咁細緻同埋英偉啊。其後呢一對第一代嘅銅獅咧就被安放咗喺上海嘅博物館裏面。現時放喺倫敦、上海同埋伯明翰匯豐門前嘅銅獅咧，都係分別喺2001年、10年同埋18年由香港嘅版本咧倒模複製而成嘅。所以香港嘅版本咧正式完全取代咗原始嘅銅獅版本，成為咗匯豐嘅象徵。呢一對銅獅咧可以話係飽歷風霜，曾經喺1942年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咧，被運到去日本咧，打算融咗去做軍火，但係好彩咧，最後係冇成事噶。喺1946年日本投降之後咧，銅獅就俾美軍喺大阪川崎船澳發現，最終咧就係送翻去香港。而戰火嘅痕跡，即係嗰啲彈痕咧，亦都從此永久留咗喺銅獅嘅身上。呢一對銅獅咧，曾經因為拆卸第3代大樓，喺1981年7月暫時搬開，因為篤信風水時辰八字嘅緣故啦。銀行嘅大班咧係特別喺凌晨5點嘅時候咧舉行呢一個搬遷儀式。其實咧佢哋只係稍移玉步搬去對面嘅皇后像廣場啫，但係咧就要好似神一樣咧，要打鑼打鼓咁樣請走。然之後就喺1985年嘅6月8號，銅獅咧又打鑼打鼓咁樣請翻嚟，去坐鎮呢個第4代嘅新大樓啦。
現今嘅匯豐總行大樓咧，可以話係劃時代嘅設計。當年咧，匯豐係要求有一座能夠用到下一個世紀嘅總部。我理解咧就係用100年嘅意思啦。而家咧已經過咗40年啦，但係佢嘅技術含量之高咧，至今仍然都係未過時。佢嘅獨特性同埋經典嘅位置咧，仍然都係未被超越㗎。當年咧，匯豐要求大樓嘅設計係要能夠適應改變，有彈性、伸縮性。曾經有傳聞話，因為當時正值中英聯合聲明談判期間，政局同埋香港嘅前景咧都不明朗，而大樓嘅懸掛式模組設計咧，有人猜測咧就係為咗可以隨時拆卸，然之後搬翻去英國重組。呢一個講法咧，同其後1990年匯豐重組，將所有嘅業務轉移去英國註冊嘅控股公司呢一系列嘅舉措嘅方向咧，係不謀而合噶。啱啱過去咗嘅2025年係匯豐嘅160週年，佢哋都搞咗一系列嘅紀念活動。如果有機會嘅話，我哋或者都會回顧一下去年嘅相關活動。關於匯豐總行大廈嘅介紹就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歡迎讚好、訂閱、留言。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